少女每次考试都稳居榜首，却总被人拖进无人的小巷里欺凌，甚至差点被拍不雅照。然而在她被逼到绝境那天，班级迎来一位冷酷的新生。这天，女孩终于鼓足勇气对男孩开口：只要你帮我熬过高考这3个月，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。少年微微挑眉，任何事都行吗？从那之后，校霸身后总跟着一个小尾巴，外人不知，表面上他是你的小跟班，实际上却是你捧在手心的小祖宗。这一天放学，女孩又被堵在墙角，啪的一声，女孩的脸庞瞬间红肿。唐宇，你个狐狸精，敢抢询问哥哥的年级第一，想吸引他的注意力是吧？我警告你离他远一点，要不然我让你连高考都参加不了。追上的拳打脚踢还在继续，唐宇的身体蜷缩在冰冷的地面上，身上的疼痛因为持续时间太久而逐渐麻木。这不是第一次了，每次比周询文考试分数高一点，他就会被拖进巷子里，而唐宇始终跟个麻袋似的，一声不吭的静静等待这些人发泄完为止。柳如烟站在那里喝着奶茶，许是没从唐宇身上得到快感，神情逐渐阴狠下来。别说，你还挺能忍的。说着，柳如烟的脸上变得逐渐扭曲，比她成绩好，比她长得漂亮，是周询文每天嘴里提到最多的一个女生。唐宇的存在把属于她这个校花的光芒全都抢走了，指尖深深陷入她的脸颊里，剧痛使唐宇睁开了眼睛，正对上柳如烟嚣张跋扈的面容。这样的表情才对，成绩再好有什么用？走到社会上还不是给我家打工？像你这样的贱民就该一辈子被我踩在脚下。柳如烟按住唐宇的后脑勺，轻描淡写的说出几句话，把他衣服扒了，拍几张照散出去。到时候别说是询问哥哥，就是乞丐都不会再看这个烂货一眼。很快，一个男生搓了搓手去撕扯他的衣服，另一个男生拿出手机准备拍照片。唐宇麻木的表情这时才浮现一丝惊恐。不要，救救我！谁能救救我？没有人听见少女无助的求救声。巷子很深，即便有路人看见了，也只是看一眼就脚步匆匆的走过。他捂住身前的衣服，脚蹬着地面拼命的去躲。柳如烟扬起唇角，笑着将手里的奶茶从唐宇头上浇下去。学校的教学楼都是我爸捐的，别说老师，就算你去告校长，你看校长理不理你？好了，快上课了，询问哥哥这节课要来给我们讲题呢，赶紧拍完照片回去上课。就在他们要把唐宇的上衣脱掉时，不远处传来一声不轻不重的咳嗽声。他们停下了动作，循着声音看去，巷子里的光线太暗，隐隐约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。柳如烟眯起眼打量对方，别多管闲事啊，跟你没啥关系。一边玩去，靠在墙边的你眼皮都没掀一下。我报警了，还有1分钟警察就到。这时学校那边响起了最后一遍上课铃。柳如烟赶着去上课，一听又报警了，几乎把不痛快3个字写在了脸上。算了，今天先放他一马，反正下次有的是机会。临走前扫了眼你，又低头冷眼看唐宇，这次算你走运，可下次就没那么简单了。说完带着人往学校走了。唐宇扶着墙壁缓缓地站起身，本想对你说声谢谢的，但你却从他的身边经过，没有半点停顿的意思，似乎是察觉到他悄悄打量的目光，你才好像有感应一般，突然回头朝他看了过来。视线对上的那一刻，少女张了张嘴巴，却莫名说不出来话。你嘴里咬着烟，双手插在口袋里，怎么被打傻了？连句谢谢都不会？少女垂眸，嘴唇微动。谢谢。你弯腰朝他走近，小姑娘光嘴上谢有什么用？没点实际的，不给别人点甜头，下次谁还会帮你？他连连后退，你忽然一手撑在墙上，低头看着他，说话哑巴了。他们骂你的时候不说话，打你的时候也不说话，拍照了才知道喊救命。唐宇的后背贴在冰冷的墙面，已经退无可退了。在你还要贴过来时，双手猛地把你推开，然后趁机直接跑。你看着那落荒而逃的身影笑了笑，就这点出息。少女狼狈地跑回教室时，已经过去半堂课。里面的周询文刚刚讲完数学最后一道大题，这时传来敲门声以及那声很小的报告。顿时，所有人的视线落在他身上。班主任顿时没好气地怒道：唐宇，这都半节课过去了，你干什么去了？现在才回来？少女低着头，头发垂在脸侧，遮住了脸上的红肿，手臂上一块块的青紫却挡不住。班主任迅速移开了视线，对他身上的伤熟视无睹。好了，还杵在那干什么？赶紧回到座位上。少女默不作声地往座位走。周询文看到了他胳膊上的伤，有些迟疑地问了句：唐宇同学，你没事吧？他愣了下，稍稍抬头，正对上了座位上柳如烟意味不明的眼神，好像在说你告一个试试看。而刘耀杰同样也在台下盯着他，眼神得意洋洋，充满挑衅。他迅速低下头，没有吭声地回到座位。同桌看他的头发还有些湿，几缕头发还粘在了一起，还有股黏腻腻的甜味。本想抽出几张纸巾帮他擦擦，却被柳如烟抛来的笔帽砸了个正着。柳如烟撑着下巴看他，一只手把尖锐的笔扎着桌面玩，这举动吓得他瞬间缩回了手，不敢再给唐宇递纸巾了。台上的班主任正在发话，最后一道大题全年级只有周询文同学做出来，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一下周同学。教室里又一次响起雷鸣般的掌声。周询文谦和有礼地站在那，等掌声停下来一些才有机会开口。其实最后一道大题唐宇同学也解出来了，我看了一下他的试卷，解题方法比我的方法更简单，只套用了2个公式。他的目光落在角落里低着头的女孩身上，台下的柳如烟陡然将笔尖狠狠扎进了桌面。1班2班都是学校的重点班，这次老师让我来2班讲解我的解题思路，我也想邀请唐宇同学去1班讲解一下他的解题方法。班主任闻言脸上的笑容僵了下去，既然答对了，怎么不吭声？算了，等下你去1班。
话音未落，忽然有人敲了敲门，班主任马上走下台，殷勤的询问校长：“你有什么事吗？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？”“没有没有，已经讲完了。”说完，班主任看向周询文：“周同学，你先回一班教室吧。唐宇去讲题的事，下课再说。”周询文略微点头，拿着自己的卷子从台上下来，走出教室的时候，才看到校长身后的男生。和他擦肩而过时，周询文闻到了对方身上的烟草气。这时校长走到讲台上宣布一件事：一班、二班都是重点班，也是学校的重点培养对象。现在班里要转来一位新同学，你们一定要互相帮助，让我们欢迎新同学。听到这话，班主任也有点懵，校长事先没告诉他二班要来转校生啊，一般学生也不会轻易在距离高考只剩下3个月的时候转学，除非他不一般。班主任不由得看向校长叫进来的男生，你单手插在兜里，懒洋洋的走进来，你的长相让整个班级的学生都不自觉屏住呼吸，班里的女生都捧着脸犯花痴，即便是疯狂迷恋周询文的柳如烟，此刻的心跳都好似漏了一拍。不过这人有点眼熟，隔了一条过道的刘耀杰认出来了，侧身过去窃窃私语：“烟姐，这不就是那个在巷子里多管闲事的那男的吗？他居然是咱们班的转校生。”讲台上校长的话刚落，班主任就马上附和着校长的话：“那大家一起欢迎一下新同学。”底下响起掌声。柳如烟眯着眼打量对方，还真是，那男生穿的一身都是名牌，按道理说跟唐宇扯不上半毛钱关系，可在巷子里为什么帮唐宇？班主任微笑的看向新同学，自我介绍一下吧。你略微抬眸吐出2个字：风白，然后没了。班主任面色僵了僵，正想要让你多说点，你就懒懒的问了句：“我坐哪？”班里刚调完座位，好位置都已经分配完了，只剩最后一排靠门的角落有位置，可这人是校长亲自带来的，安排在那好像不妥当。班主任环顾四周，视线锁定在一个平平无奇的学生身上。陈奇，你搬到最后一排去，让新同学坐你的位置。只见校长轻轻点头，似乎赞同他这么安排。班主任松了口气，看样子猜对了，校长还挺关注这个转校生的。陈奇不满地站起身，开始收拾东西。你的视线从埋头看书那女孩身上掠过，那不是刚刚在胡同里的那个人吗？你眼神里乍现出些许兴致，迈开腿朝最后一排走。不用，我就坐在那儿。